这是哪儿？我刚刚不是还在修复那匹古锦吗？怎么会到这种地方？这不是我的手。苏锦河，东坡桑园归你管，再交不出好松叶，残房那边可不会等你。看他们尿不早回来！管事说了，今日还不成，就把你赶出云锦庄。苏锦河，看桑田的杂役。锦河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陆管事已经到田埂了。今日要是交不出好松叶，你真会被赶出云锦庄的。陆管事现在就来了。是啊，你快些，别再发愣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看叶子？这叶子不能直接送残房，虫斑重，叶面又湿，蚕吃了会出问题。可你要是不交叶子，你就要先出问题了。那就先去见陆管事。东坡桑园早就废了，还指望他能救？一个小杂宴罢了，今日怕是留不住了。苏锦河，这就是你交给残房的松叶？这种叶子送进去，残房出了事，谁担得起？管事，锦河他……这些叶子确实不能直接送。哼，你倒承认得快。这一堆虫斑重，不能喂蚕；这一堆湿气重，要摊开散巢；这一堆嫩度尚可，筛过后可以暂用。东坡桑园的问题不止在叶子，土面板结，根部积水，枝条太密。他什么时候懂这些了？若继续乱采，后面只会更糟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给我3日，3日内，我清沟保水，剪去重病枝，把桑园分区采叶。3日后，我交一批干净可用的松叶。好，3日。若做不到，你离开云锦庄。没问题。锦河，你今日真的像换了个人。如果我真换了个人，你怕不怕？怕什么？只要你能留下，我就帮你。好精细的纹样，别碰，那是沈彦舟的东西。沈彦舟？他从前是云锦庄最厉害的织机师，后来伤了手腕，就再也不碰织机了。放下。这是你的？曾经是。这么好的木梳，丢在草里可惜了。坏了的东西，不必可惜。坏了的东西也能修，只是看人愿不愿意修。你先让你的桑叶活过3日再说。原来这片病桑园里不只藏着枯黄的叶子，还藏着一匹没有织完的布。虫害已经开始扩散了，若只是几片病叶，还能暂时挑出去。可虫斑连成片，说明病枝已经不止一处。看来要先阻住虫害了。锦河，这么晚了还查，明日再看吧。明日就晚了。阿宁，帮我找几只空兰。
病叶、湿叶、好叶必须分开放。这样的剪子修枝会把树皮撕裂。杂役房里能用的工具就这些了，好剪子都在脂房和正桑园那边，我们借不到。没有好工具，就先做能做的。清沟排水用锄，分叶用竹筛。种病枝只能少剪，不能硬折。可3日这么短，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也要来。这又是做什么？草木灰水。先是一小片虫害轻的地方，不能满园乱撒。桑树弱，经不起折腾。哟，还插上牌子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真是桑农师傅呢。3日后交不出叶子，这些竹片也救不了他。你们少说2句。没事，他们说他们的，我们做我们的。不行，不能这样剪。那怎么办？先不动大枝，只摘种病叶，枝条等有合适剪子再修。知道盾刃伤树，倒还不算莽撞。沈公子也懂桑树？知鸡吃丝，丝从蚕来，蚕吃桑叶。不懂桑的人，做不好知鸡。那你觉得东坡桑园还有救吗？救不救得得活，不看你说什么，看3日后篮子里有什么。昨日那张青桑文是你画的吗？一张废纸而已，别把心思放在没用的东西上。说真没用，你不会回来拿木说。先管好你的仓术。今天才第1日，我怎么觉得比过了3日还累？因为以前乱在一起的事，今天都要重新分清楚。叶子要分，桑园要分，连水沟都要分方向。锦河，你脑子里怎么装得下这么多？因为一旦乱了，最后坏掉的就不只是一片叶子。沈彦舟说青桑文是废纸，可我看得出，那样的纹样不是随手画出来的。一个真正放下的人，不会连木梭被碰一下都在意。谁放的？这是修枝用的。会不会是陆管事给的？陆管事不会半夜送工具。沈公子的。他嘴上说没用，手却比谁都诚实。怎么突然敲铃？是不是蚕出事了？不是出事，是新领的蚕种快服了。陆管事让明绕前送嫩叶，东坡也不能少。明早，可我们才刚分完病叶，来得及。锦河，你别硬撑。不是硬撑，小蚕刚服，最怕叶子不净。若东坡桑园能送出一篮合格宁叶，陆管事才会真正相信它还有用。3日之约还没到，可机会已经提前来了。这一篮松叶，关系的不只是我能不能留下，也是东坡桑园能不能重新被看见。这剪刀真好用，沈公子嘴硬，东西倒送的及时。别乱说，先把病叶单独装，别混进弄叶篮。3日到了，还真让他挑出一篮嫩叶。苏锦河，你自己说。这一篮病叶不能入蚕房，需集中处理。这一篮成叶散过巢，可谓大些的蚕。这一篮嫩叶是今日给新蚕的，只取可采区，不伤顶芽。比前几日强。管事，那锦河是不是能留下了？只凭一篮叶子，还不能说东坡桑园救活了。我明白，后续我会照着分区、排水、轮采，叶子就能稳。从今日起，东坡桑田暂由你继续看管，每日送叶前
必须分篮验过。是。我终于暂时留了下来，可我知道，这只是第一步。松叶能不能养蚕，蚕能不能吐丝，后面还有更难的路。锦和，你看见没有？刚才杂役甲都说不出话了。别管别人说什么，小蚕要紧。不好了，温盘翻了！温盘翻了，那刚服的小蚕怎么办？先别乱动，把门窗关一半，别让风直吹。你一个看桑田的，懂什么养蚕？柳婆婆呢？先请柳婆婆进来。都别围着，人气重，风也乱。把下层饼先移到避风处，动作轻些。别一下子喂太多，小蚕身子弱，叶要嫩要细。我明白。锦和，他们会吃吗？等一等，现在急不得。若是死了，陆管事怪下来，谁担？现在不是推责任的时候。温盘为什么会翻？稍后再查。先把蚕保住。动了，锦和，他们动了。还有救，只要今晚守得住，大半能缓过来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看见一根丝最初的模样。你怎么来了？蚕房铃响，半个庄子都听见了。下层蚕架立地太近，湿气压着，不通风。就算今日缓过来，夜里也容易闷。你能看出来？织机怕潮，丝线也怕潮，蚕更怕。阿宁，把下层扁垫高半米。柳婆婆，窗折留一道斜缝，让风走上面，不直吹蚕。可以，这个法子稳。他明明说不再碰织机，却还记得蚕、丝、机之间每一处细节。有些人离开了手艺，可手艺从未真正离开他。怎么样？吃的比下午稳了。今晚再少量添叶，不能让叶子堆湿。你这丫头心细。婆婆经验在前，我只是帮着做些细活。会听也是本事。今日若不是你们稳住，损失就大了。主要是柳婆婆拿得准，我只是照着做。东坡桑园的嫩叶蚕吃了，从明日起，你每日送一批分好的松叶进蚕房。叶子若再混乱，我照样追责。是。这批蚕你也跟着照看，直到它们稳定。好的，陆管事。我救下的不是一扁蚕，是东坡桑园继续被相信的机会。这片叶子不是我送来的。温盘刚翻，蚕才缓过来。若这种叶子混进来，整捧蚕都可能受影响。是谁把湿霉叶混进了蚕便？锦和，怎么了？这片叶子不能留在蚕冰里。这不是你今日送来的嫩叶吗？不是，我送的都散过潮。这片华饼断口发烂，像是落地后又沾了湿气。雨后霉叶，若混进小蚕奔里，轻则不实，适则闷坏一扁。可蚕房今日刚稳下来，谁会把这种叶子放进来？先别急着怪人，找到叶子从哪儿来的，比找谁错了更要紧。真的有落叶混进去了。不是蚕房混的，是采叶时就混进了篮子。昨日这篮叶子是你采的吗？我只是帮着补了一点，篮子没满，我怕陆管事说数量不够，所以你把地上的湿叶也捡进去了。我
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想着都是松叶，挑一挑应该能用。蚕房催得急，我怕误事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害蚕，锦和，但失业不能入蚕报，尤其是刚孵的小蚕，受不起。我以后不敢了。只说不敢不够，若规矩不清，今日是你，明日也会换成别人出错。很多错不是人坏，而是事乱。篮子乱，时辰乱，好叶坏叶乱在一起，迟早会出问题。你一早找我，就是为这3只兰？是，从今日起，采叶分3等：嫩叶、成叶、气叶。嫩叶喂小蚕，成叶留给大些的蚕。落地湿叶和病叶一律进气叶篮，不能混用。这样一来，采叶会慢。慢一刻总比坏一瓢蚕好，尤其雨后和清晨露重时，更不能压在篮底。规矩这么多，谁记得住？所以篮颜色不同，叶子入篮前先看布条，红布气叶，青布嫩叶，白叶成叶，不会识字的人也能分清。是3日，若耽误蚕房用叶，还是你的责任。我担。我们一起担。我也会按规矩采，不再图快。这一刻，我忽然觉得东坡桑田开始不再只是我的事了。锦和，篮子平铺太占地，堆叠又不通风，这伞巢可怎么弄？地气重，必须把篮子架空悬起来才行。前室织坊有亮金轴的木架，层层交错，最是通风。谁扔的？这荒郊野岭的。如此精妙的勾工，除了自幼与织机木良打交道的沈彦舟，再无第二人。阿宁，你按这图纸找木匠批竹，我去就回。这么晚了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去还一份人情。该死，又在雨夜发作。沈公子，出去！谁准你来的？批竹画图极伤手腕，既然废了，又何必逞强熬夜画图？那图是我随手乱画的废稿，丢在窗台罢了，与你无关。沈彦舟，骗别人容易，骗自己很难。要是书经活血的，竹架做好了，我会分你一半桑叶，这不是白拿。我只是不想让一双能画出神功图纸的手断在没人愿意等的冬夜里。这图纸真是绝了！老汉做了大半辈子木工，从没见过这么省力还通气的榫卯。这是大匠之作。锦和，你快看，原本发呆的青布松叶全立起来了。织造一道，环环相扣。前人的智慧，永远能在最绝望的地方，给后来者开出一条路。这是什么怪东西？2刻钟内散尽露水，叶面无伤。苏锦和，你这架子立了大功。
此非我一人之功，这批叶子即刻便能送入蚕房，绝不误了柳婆婆的头棉蚕。沈延舟，你给东坡的竹架立起来了，你心里的那架织鱼，什么时候才会重新转动？景和，这风太大了，气压低得吓人，怕是要下暴雨。小蚕刚要吐丝，这时候绝不能断了干爽的桑叶。阿宁，压住这边！别白费力气了。听说西边水渠塌了，大水马上要灌进东坡了。水沟堵死了，水一涨，这2天好不容易救活的桑树全得淹死。那就用手掏，绝对不能让大水漫过田野。我若连这几亩桑田也护不住，谈何重振织绣，谈何改写天命？疯子，几棵树而已，值得你连命都不要？这是丝的根，树没了，织机转得再快也是死物。阿宁，去把旧屋里的那柄水闸玄铁刀拿来，快！退后！光用手掏有什么用？得斩断上游的阻水老桩。可是你的手……天下木工皆具钝刀，我沈彦舟的手虽废，但刀意还没死。看准树心，顺着年轮最疏的地方劈。山大水。保住了，锦和，我们的松叶一片都没事，全保住了。昨夜西渠垮塌，其余桑园全部绝收。苏锦和，你竟然保住了整个东坡。风雨过了，沈彦舟，你心里的那架织驴，终于要重新转动了。节俭了，锦和，他们真的吐丝节俭了。丝质厚密，毫无杂色。老婆子养了一辈子蚕，从未见过如此极品的雪蚕茧。这多亏了婆婆日夜看守，是你的三色兰和晾叶架保住了最干净的口粮。东坡桑园真的被你救活了。拉力极刃，光泽如雪，这是能送进京城上贡的顶级雪蚕丝。沈公子，这是东坡头批操出的雪丝，分你一半。暴雨刚过，你倒是一刻也等不及。好丝要配大酱，这丝韧度极高，最适合用来做你那架改制织驴的经线。若是丝线不合格，我随时会把它扔了。绝不给你这个机会。
这就是东坡桑园撕出来的血丝。今年的贡额能翻倍吗？回大人，只要后续稳当，今年的产出定能惊动京城织造司。京城贵人们就爱这口。听闻是一个新来的丫头折腾出来的。正是苏锦和，规矩是他立的，架子也是他弄的。东坡桑园不仅没被大水淹死，反而撒出了顶级血丝。是，织造府已经盯上那块肥肉了，咱们的白丝垄断怕是要被打破。一个黄毛丫头，也配来抢孙家的买卖？哼！既然活水淹不死东坡，那就用绝根药。锦和，现在咱们的规矩这么严，谁还敢来捣乱啊？树大招风，丝越好，盯着的人就越多，大意不得。锦，住手！你在干什么？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小黄，陆管事看你可怜才收留你，你竟来掘东坡的根，亏我昨天还分了你半个白馒头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！姑奶奶饶命！是西坡的孙掌柜，他抓了我老娘，逼我倒绝根水啊！那黑水是什么毒？怎么解？说！我不知道，他只说这药无解，倒下去3日内，桑树必死无疑。生石会配砒毒，再加了烂根草，好狠的孙犊子！可有解法？毒水刚渗下去2寸，再晚就进树骨了。天下万物相生相克，木工最懂壁符，这药能解。去打大桶皂角水，混上草木灰和老陈醋，即刻灌根解毒。沈彦舟，再欠你一次。少废话，快去！毒解了，树保住了。狗东西！宋官，立刻把他押送衙门。管事慢着，宋官太便宜西坡那群人了。既然他送了我们这么大一份礼，咱们不回敬一份，岂不失了礼数？算算时辰，东坡那些死丫头的桑树根，现在应该化成一滩烂泥了吧？苏锦和，陆管事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来给孙掌柜还壶，顺便谈谈怎么赔偿东坡的损失。赔偿？老子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！别血口喷人！证据呢？就是他指使我的。官营买凶，毁坏共产口粮。孙掌柜，若这案子递到京城织造司，你这颗脑袋够砍几回？苏姑娘，万事留一线，这都是误会，有话好商量，好商量，好商量。你要我西坡所有的顶级青红染料，你这是抢劫！不签，明日午时，织造司的铁骑就来收尸。选吧。东坡的血丝危机解了，全数作为贡品上交，但云锦庄将在民间的口碑却迎来了大考。州府民议会提前了，1个月内云锦庄必须交出新布样。1个月？可血丝全做了贡品，咱们只剩下这些没完全结好的普通刺剪了。
织坊那些旧鸡也好久没正经出新花棱了，往年都是拿旧布样凑数。再这样下去，云锦庄的名声只会越来越淡。苏锦和，用这批普通蚕能不能赶上？若拿这些次蚕强做复杂锦缎，必死无疑。但若不做繁锦，只做一匹质朴耐用的新布样，或许可以。名叫青桑布，用本庄剩下的普通桑蚕塑丝，纹样取松叶水波，草木染淡青。它不求夺目，但要柔软耐穿，让人看得见咱们云锦庄最初的来处。青桑布若真能做成，倒像咱们庄里最本分分的东西。说的容易，布要有纹样，线要有颜色，那台旧织机也要撑得住。谁来画纹，谁来改机。庄内现在就有一名最佳人选。燕州，民议会要新布样，锦和提了青桑布，纹样取松叶水波。新机力道大，只织血丝贡品，而这几台旧机织不了太密的花，所以不做密花，只有这台旧机的松紧度能吃得住我们要用的普通浮线。我已经不碰那台旧机了。若你不愿意，我不逼你。你已经为东坡修好了新机，这不该是你一个人的担子。但我想问，当年那台旧机上没织完的青桑纹出掌，真的是废纸吗？你先画，我来改。好。等等，这一笔不能这样走，叶尖太细，用旧机织出来容易断。那改圆一些？不是圆，是收。水波也不能太长，布面会松。又不行。那你说，松叶纹该从哪里起？从叶脉起。最稳的是中脉，先定骨，再铺叶，再引水波。哟，还没画完，先喝口热水吧。手上有灰，落到纸上会诬陷。沈公子，你明明是在关心锦和吧？这里留白，不要给人穿，太满会压，再加一笔水纹，压住边。这样，这次呢？可以试织，它比从前那张更稳。因为这次不是一个人画的。先是短幅，只要纹路能成，后面就有希望。锦和，踏板断了，那青桑纹还能织吗？这台机子暂时织不了。唉，这机子多年没大修了，还是换普通布样稳妥。不止踏板，木轴也松了，缩到不顺。若硬织，线会断。这台机子只有你最清楚。我说过，我不碰织机。那你不碰，你说我来做。苏姑娘，修机错一处，整台机都得废。你看哪里松，哪里该换，你只需开口。动手的事，我和大家来。不是让你回到从前，只是让这台机子再响一次。先别动踏板，查横梁，左边木膝退半寸。不对，太多，再回一点，稳住，别急着敲。这样。修个机像打仗，来，先喝口热汤。手艺活急不得，人有力气，机子才有声。响了！先别高兴，得看机声匀不匀。再推一次，慢些。要是缩吗？只是空缩。
那一声机响，像是一扇关了1年的门，终于被轻轻推开。可以短服试之，但青桑布的颜色还不能用旧色。我也这么想。好亮的颜色！听说云锦庄要做新布样，机子修的算及时，可光有纹样不够。我已经染出了新色，你们这青桑布若还是旧染法，怕是上不了台面。纹样雅，可颜色太寡，淡青染不好，只会向旧布褪色。他说的没错，青桑布若只求素净没有层次，确实撑不起名义。你倒不恼？手艺上的实话，有什么好恼的？青桑纹不能拔重色，色压过纹，不久失了骨。所以我不用重色，我要用松叶、兰草、槐咪、是草木染。你一个看桑田的，也懂染？懂一点。青不一定要艳，但要有春桑初长的气息，够不够，染出来才知道。我借你一口小染锅，3日内染不出能看的青色，就别耽误青桑布。兰草、松叶、槐米我都要少量，还要井水、溪水各一坛。染色还挑水？同样的草，不同的水，出来的色会差很多。井水一锅，溪水一锅，先小火，别猛煮。有颜色了！别高兴太早，湿的时候一个样，干了又是一个样。我知道，要等干透看底色，还要看布面吃色匀不匀。你怎么来了？青桑纹若上机，线色不能乱。我来记时辰。沈公子最近路过的越来越勤了。哟，沈公子不是不管织坊的事儿了吗？我管的是纹样，染坊在织坊旁边，路过而已。怎么会这样？试着明明很好看。我说过，青色不是看一眼锅里就成，色发灰，草性不合，边缘斑驳，吃色不匀，第一锅不成，重来。你倒认得快。不成就是不成，骗自己只会毁了布。第二锅火放满，水换7水。色比第一锅稳，但还薄。还撑不起青桑纹。你倒真不是来玩票的。青桑布不是我的玩意儿，它是桑园、蚕房、织坊一起等着的一匹布。那你最好真染得出来。这是我留下的旧染样，你可以看，但别弄坏。多谢方掌柜。哼，3日到了不成，我照样说他上不了会。桑之灰，刘婆婆那里应当有，明日一早去取。这次一定能成吧？等它干扣才算数。淡而不灰，轻而不飘，算你过了第一关。颜色可以，但旧机织不出它最好的光。青桑布的颜色浅，经纬稍有不匀，布面就会发花。旧机现在的踏板和送缩结构还差一点，所以你想改机？只改一处，让踏板回力更稳，送缩不偏。若改坏，青桑布连试织都没了。先做短服试织，只改一处，我不怕。我更怕明明有机会做好，却交一匹差不多的布。我们不读整匹布，先用废线试短服，3尺就停。若机声不匀，就撤。好，只是3尺。若机子出问题，立即停。我负责看机声，我负责动手。踏板下方加一片薄竹，不要厚，厚了回力太猛会断线。这样我看得出，他比任何人都想亲手去调。左边松半指。可这一次他忍住了，是学着用新的方式回到织机旁。慢踩，再快一点。惊现没抖，这机声
稳了，可以上青桑文试药。沈彦舟，我们成了第一步。锦和，这批蚕茧出丝量比预期少。桑园救回来了，染色和织机刚有希望，才发现每一粒茧都如此要紧。雨夜那回伤了些元气，能结出这些茧已经不易。不能先说不够，先分级。主部用最稳的茧缩丝，稍弱的茧做辅线，断丝做边线。只要能用，就不能浪费。我来包选，眼神虽不如年轻人，手还稳。上等茧3斤2两。从前这些宝茧，怕是直接归次品了。他们只是去不了主部，不是没有用处。人也一样，各有各的位置。细丝合骨，粗丝另用，不能混在一起，否则上机松紧不一。这批主线勉强够，若织错一段，就没有第二批可补。所以式样用辅线，主线只等确认后再上。这是我试染剩下的同色线，量不多，做主部不够，做边线还行。方掌柜，你真舍得。青桑部若少了边，去了民议会也不体面。我想看看他到底能不能成。主线只够1匹，若失败，民议会就只能空手。那就不让他失败。明日先和文样，再试边线，后日正式上机。我们轮班守机，谁也不许皮着硬织。这一刻，青桑部成了云锦章所有人都想守住的一件事。这不是我和沈彦舟画的线。哪里？这里。若照这道线织，松叶纹重复处会错位。这一笔看着像老织法里的补线。纹样纸昨夜谁碰过？昨夜谁在纹样旁停留过？直接说，我们不是追罚，是要知道缘由。是我看见纹样空着，按从前的密纹织法，怕人说偷工，就顺手添了一笔补眼线。我真不是故意毁布。青桑部不同，他要给布面留气，不能满。不是您不能提，是以后改纹样前必须一起合。老织法里有好东西，只是要用在合适的地方。这笔线放在叶心会乱，若画到边缘，也许能稳住整匹布。这里收窄，边纹不能太重，否则布心会轻。这里若照老法压一些，边会更平。好，您来说，我来画。布好像更完整了。这才像能送上民议会的布。传承不是推翻旧人或拦住新人，而是彼此愿意多问多听，一笔误线也能织成新的边。纹样合完，边线也定了，可以开织。先慢，不抢进度，每半尺查一次布面，色线若有差，立刻停。从并松叶到这一根线，青桑部终于要真正上机了。松说略偏，停半息，踏板再缓一点。好。沈彦舟，我没事。你有事，不能继续了。只是手抖了一下，继续。不能继续。锦和说的对，刚才再偏一点，经线就断了。人也不能这么硬撑，机声一乱，布面也会乱。我们先停机半刻，先把机道查清。民意会不等人，布也不靠逞强织出来，这一匹只有一次机会，越急越要稳。旧伤最怕反复，你这孩子疼也不说。说了也没用。唉，有用，说出来，大家才知道该怎么帮你。当年也是这样，机声乱了一下，我以为还能稳住，可横梁落下来时已经来不及。后来所有人都说我救了2个学徒，可我只记得那天机声停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一靠近织机就怕他再想错。所以今晚不是你的手不行，是那一声救机响把你带回了那天。你倒像什么都懂。我不是什么都懂，我只是知道坏掉的东西不能硬扯，人也是。从现在起，调机分3步，沈彦舟只听机声，不上手。
织坊师傅按他的口令调木楔，我在布面旁查经纬，半尺一停。这样慢？慢，但稳。若能保住这一匹布，慢一点也认。踏板轻半分，梭子别抢，等经线开足再送。明白。布面平，继续。颜色稳住了，没有发花。这纹样看着清爽，像雨后桑园，普通人家穿也不会觉得压人。那民议会上一定有人喜欢。青桑布能成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也不是我一个人的。等这匹布下机，你想做什么？先送去民议会，然后我想让东坡桑园蚕房、织坊和染坊都有自己的规矩，不是靠谁临时撑着，而是真的能长久做下去。你想得很远。因为这匹布不该只是一次赶会，它只是个开始。色没有乱，纹也没偏，像东坡雨后的松叶。沈彦州，青桑布织成了。这一匹布终于走到了下机，可它还不能松。下机、整布、燕匣、送州府，每一步都要稳，慢下机，布面不要拖地。明白。边角不能折。锦和，你看这里，像是昨夜尸体站。验布送州府前，这点痕必须处理，若留下，评审一眼就会看见。不能冲染，布已成，冲染会伤纹。我知道。那怎么办？只能修，而且要在送样前修好。这么浅，不能当没看见吗？民议会验布，看的就是这些细处，远看是一匹布，近看才见功夫。若只是普通布样，或许能遮过去。可青扶桑布是云锦会这围子的新布样，一处瑕疵都会被放大。昨夜覆杀时，我明明避了水，怎么还是沾上了？现在先不追水纹从哪儿来，送样前必须修好。不能重染，这布已经下机，重入染锅，青色会变，纹也会塌。也不能用浓色压。到底怎么修？顺纹修，不能遮它，要把它画进纹里。锦和，你要直接在青桑布上修？不，先在饰布上做。水痕落在淡青上，边缘会比中间更明显。若只擦，反而会晕开，所以不能擦。那用针线的补纹，水痕在边回纹旁，顺着回纹加一小段路痕线，让它像松叶边的露水，不像污点。若加得重，会破坏边回纹的节奏。所以只加3针，不能多。3针，这么小的地方，手可得稳。好像真的看不出来了。不够，荧光看，线头浮了一点。我也看到了，再试一次。州府的人申时前就要收样，我们没有太多时间。锦和，你累不累？手抖不抖？不抖。歇班斩插。来不及。来得及。你若急着下针，反而来不及。你之前说过，越急越要稳。对，锦和，这是你自己说的。好，歇班斩插。一路走来，我总在提醒别人不要硬撑，可到了自己最在意的时候，也差点忘了。幸好如今有人会替我记得。色没跳，纹没乱。成了吗？还差最后一步，再验一遍。修住了，没有伤纹。这3针比织半尺还吓人，我刚才都不敢喘气。送样路上不可颠簸，不可受潮。今夜赶到州府，明早验布。锦和，你要一起去吗？要。这匹布是大家做出来的，我替大家送到最后一步。我也去。你？救急之初的布，我也想亲眼看它进州府。沈公子这次不说路过了？不路过，同行。好，一起去。去吧，让州府的人看看咱们的布。云锦庄，你们来得到及时。不过明早第1轮验布，先验新样，若布样不符民议会规制，会当场退回。当场退回？是，布长、布幅、染色、纹样瑕疵一项不过，便不得入会。云锦庄，多年未见新样了。救急之，是，救急修复后制成。先量布长，布长合规，布幅合规。草木染是，兰草、松叶、桑枝灰定色，吸水入锅，细火掉色。淡青最易发挥，你们这色没有符，纹样不凡。这边回纹看着像老松叶纹里的补线法。是，我们没有照办，而是化作边回纹，让布心留气，布边收稳，只要用能撑住新布。
新部用旧法，不少人不是堆旧文，便是全弃旧法。你们倒知道取舍。救机能知道这样匀，谁调得急？沈彦州，不是我一个人，我听机声，师傅调机，职工守线，苏锦和察部。旧机能重新想，是大家一起做成的。好，文样合格。地头无瑕，布心无跳线，边纹无浮线。这里有一道浅亮，想修过。大人，这处是修过。锦和，部尾曾沾一处浅水痕，我们不能重染，也不能用浓色遮盖，所以顺边回纹补了3针。若大人认为补纹伤部，云锦装认。针脚扶得住，未伤经纬，补痕顺纹而入，没有破坏边回纹。这不是瑕疵，是修补手艺。但入会记档时要写明部尾曾有补纹，不可称全部无修。云锦庄院如实记档，不是手艺人的脸面，若靠瞒过去入会，即便进了民议会也站不稳。云锦庄清桑部5项合格，准入民议会。这布软却不塌，做夏衣应该凉快。娘，布上有叶子，是桑叶，从一片差点荒掉的桑园里重新养出来的。若能保持这个手感和颜色，来年我愿先订一批。补纹也写出来了，不怕人说它不完美。它确实不完美，但它每一处修补都没有逃开手艺本事。好，手艺不是做一件没有痕迹的东西，而是知道每一道痕该怎么安放。入选民议会优勇新样。苏锦和，回去后，我想重新整理脂肪旧纹样。这次不是路过，不是，是回来。州府优选文书已经到了。我想让云锦庄每一处能自己转起来，不是靠谁临时撑着，而是靠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。这是什么？还是松叶？旧纹样整理出来的第一章。云锦庄的根在这里，总得先从这里画起。接下来继续种桑，继续养蚕。听着很难，是很难，但你听，他已经想起来了。想起来了。桑田不会一夜成锦，可只要有人肯守夜护蚕、理线、听机，梦就不会断。